这个家具展它很传统，但是呢，现在也要创新，让大家开始在一些跨界的领域，或者说一些素材上，不断的汲取信息。其实实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它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接受度都非常大。所以就这样，在去年的上半年就把西凯的联系方式要到，我们就牵上了线，就开始跟他讨论说，我们这是一个家具展，比较传统，有没有办法说，把我2个要求给加进去？第一个要求就是深圳的精神是什么哈？第2个要求就是我是一个家居展，家居展我要创新怎么办？原本是一个非常商业展的一个地方，但对于观众、对于厂商来讲，主办单位要提供什么样的讯息，给他们什么样的指标，让他们能够去理解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玩啊，然后有可能更多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下一步。其实，在跟西凯在磨合或者说我们在讨论方案的过程中，开始聚焦，包括他来做这个整个的市场调研，对这个城市，对深圳这个城市做调研。调研之后呢，他也拿到了一些素材，他也给我说了一些 idea。他对大陆地区的文化，再加上深圳这个特区的文化的理解，就很快达到了一个好的效果。因为他在做前期的 research 的时候是很用心的。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华强北，那华强北有点像是可能超过10栋以上那种巨型的商场，那他们里面就是全部都在做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子部件，然后说模组，然后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比方说在1楼，那你过去还是看到那种有点像玻璃橱窗，它里面把那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元件，然后摆放的非常整齐，是阵列式的，然后跟你讲说有什么样的型号，你可以挑选什么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我想要把它怎么样子的整合到我对深圳的诠释里面去。第2次去深圳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去了一个地方叫做世界之窗。对，那世界之窗其实就是一个小人国，就是他把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类型的风景名胜，然后或者是一些特色的东西，然后把它缩小，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有点像主题乐园里面去，所以这些点串起来，我在想说，其实深圳有没有可能把文化做成是一个组件，然后我们来从这些组件里面去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当初的分工就是说，设计师对流程的控管跟视觉上面一定比厨师其实还要更容易了解业主跟客人要的是什么东西。形体的部分其实就让他去处理，然后就一路上面就从制模，然后讨论素材，再接下来就是讨论形体，包含模型上面的修改，然后就利用3D 列印的方式。那我们去做不一样的模型切割，然后包含尝试着自己开模，然后我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他们再去做修正。那最后面就是发给厂商去做开模动作。我们选的就是古典中式，然后古典的欧式，然后再选现代家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家具，把它拆解成好几个部分，那有没有可能这些部分其实全部都是用不同的风格所组成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家呢，就是我们的今天做的这个 event， 使用者或参观的人，他是拿了一个餐盘，这个餐盘就是他们家的客厅，然后再选了你的家具，然后再选你的桌子，再选了什么样的配件，然后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非常互动性的一个 event。
在食物设计上面，它不管是颜色，不管是形体，甚至是你的一个展览形式，或者是我呈现方式，它其实都是一种。西凯讲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叫做一个讯息上面的植入，所以它其实会变成一个比较多元的方式，然后去介绍一个品牌，或者是介绍一个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其实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目标不是用时间去卡我们的观众，我们不是做表演，因为前期定义不是 performance 是说用时间去卡观众，一场戏10分钟结束，半个小时结束。我们是 experience， 更注重的是体验，目标是体验，所以应该让每一场观众完成体验，再进行下一场。这个其实有点算是卖场控管的一环。那所有的精品百货公司里面，它前面一定都会拉1米线。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今天控制到进卖场到底有多少个人，比如说一次大概就是5个人进去，那我就让你这5个人在里面尽情的挑、尽情的逛，我不会给你有任何时间压力。精品百货里面，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顾客有更多对他们本身品牌或者是产品上面的体验，这样子。对，那我同样我就把这个方式放进来展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深圳是从一个人口大概3万左右的一个小渔村，然后发展成变今天这么样子很巨大的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并没有所谓比较排他性的这种文化存在。意思是说，这个城市非常年轻，这城市非常的多元而且包容。你去跟这边的人接触，你会感受到说啊，这边人其实非常的正向，而且非常的 open mind。你去有什么样的合作机会，我们一起来创造什么事情啊？这件事情好有趣哦！我觉得这个城市有这样子的魅力存在。